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广州第一次购物。小美，你还记得第一次在广州购物吗？记得，那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呢。我一开始竟然不知道怎么开口问价。哦，你不是会说多少钱吗？是啊，可我感觉说出来怪怪的。哈哈，你遇到什么有趣的事了？想象一下，你走进一个小店。一个卖小吃的店，是吗？对，老板可能特别忙，不说废话。我猜到了，他们语速很快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只敢指着东西，不敢问。哈哈哈，你是不是怕听不懂回复？对，而且他们的广东话太快了。是啊，尤其是在菜市场里买菜。那里更是人声鼎沸啊！我第一次去，完全懵了。我就看到大家直接说要什么。对，好像不用先问这个多少钱，而是直接说来1斤这个。或者给我2串鱼蛋，对吗？是的，我才发现这是他们的习惯。他们会觉得你问价就是想买。所以直接点菜就好。对，然后老板会告诉你价格。这种购物方式真的好独特。第一次体验会有点手足无措。是啊，我都准备好讲价了呢。结果发现很多地方不用讲价。没错，价格都很明确，明码标价。除了那些街边的小摊，可能可以。是的，但我也没敢尝试。我也没，怕讲了反而被看穿。你有没有觉得支付也很特别？哇，你说到了重点，移动支付。我第一次看到大家扫码就走。速度快到我以为没付成功。我还掏现金呢，有点慢。店家都习惯了扫码，很快的。是啊，他们动作非常麻利。有时还没反应过来就买好了。这种效率真让人印象深刻。我现在也习惯了这种节奏。是不是感觉生活效率变高了？有点，不过一开始有点不适应。尤其是买早餐的时候，赶时间。对，要不然就会堵在路上。广州的购物真是充满活力。不仅是买东西，更是体验生活。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节奏。没错，很有趣，也很有收获呢。没错，很有趣，也很有收获呢。是啊，那些收获真是意外之喜。比如说呢？我特别好奇你的体验。第一次去菜市场，简直像探险。哈哈，我懂。是不是语言不通？有些阿姨讲粤语，我听不太懂。那你怎么办？只能用手比划吗？对呀，还要加上计算器交流价格。哇，这真是非常地道的购物了。但也因此，我学到了不少方言词。比如哪些？我特别想知道地道表达。靓仔和靓女是常听到的称呼。那是广州人常用的亲切叫法。还有买菜时，他们会说手多多。手多多是说你拿的太多了吗？不是，是说你摸来摸去，
挑挑拣拣。哈哈，这形容好形象，特别有趣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有趣的语言点？当然有。第一次买水果，问甜不甜？他们怎么回答？会直接说不好吃吗？店家会说包甜，还让你尝一尝。这种热情让你很难拒绝呢。对，人情味特别浓，非常打动我。广东人做生意很讲究这个人情。感觉他们很乐意和顾客交流。有时还会主动送你几根小葱。真的吗？我以为只有熟客才有。陌生人也可能，这是他们的待客之道。这让购物体验变得更加温暖了。是啊，感觉不是冰冷的交易，就像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一样。他们的笑容和耐心真的很加分。这种细微之处才最能体现文化。有时还会跟你聊聊家常，很有趣。这种沟通方式是购物的额外收获。它超越了商品本身，连接了情感。对，让人更了解当地的生活细节。你觉得这种人情味有什么缺点吗？缺点？我还没仔细想过呢。有时候它可能让你不好意思拒绝。哦，比如店家推荐你不那么喜欢的。没错，或者觉得不好意思讲价了。哈哈，这样可能会多花一点钱。不过，这反而是文化体验的一部分。确实是一种另类的学习过程。下次我们可以聊聊，万一退货怎么办？啊，那肯定会更复杂，更有趣。面对热情，如何说不也是学问。这是一个值得深挖的话题呢。是啊，尤其是在热情面前。那么，你有什么秘诀吗？我发现下次一定很好用。哈哈，这确实很委婉巧妙。他既不直接拒绝，又留有余地。对，给人一个舒服的台阶。有一次，我在市场看衣服。哦，然后呢？是不是遇到热情推销？店主非常热情，非要我试穿。我其实不太喜欢那件款式。这种情况真的很难开口拒绝。我就笑着说这件很漂亮。我先在逛逛，下次来找你买。哇，这招高明，店家也开心。没错，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呢。这种下次一定算是中国特色吗？我觉得挺普遍的说法。它避免了直接的冲突和尴尬。毕竟和气生财很重要。广东人尤其讲究这个。是啊，所以大家说话都比较客气，甚至有点含蓄的幽默感。但说到退货，那就更复杂了。哦，我一想到就觉得头疼。尤其是那种小店，没有发票。而且你已经和老板聊得很开心。对，觉得像是朋友一样了。然后说要退货，感觉就怪怪的。这涉及到面子问题了。是的，你让对方没面子。也可能你自己的面子过不去。我有次买了一个小摆件。没买对吗？还是质量问题？回家发现它有一个小裂缝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回去退了没有？我纠结了好久，
最后没去。哎呀，你就是太顾及人情了。就几块钱，犯不着破坏气氛。但长远来看，商家应该负责。没错，这其实也是一种学习。区分哪些是人情，哪些是原则。你有没有这种算了的经历？我倒是没遇到过质量问题，但有次买东西尺寸不合适。你退了吗？还是将就用了？我想去换，但店家说没货了。那他们有没有建议怎么处理？哎，那过程真的复杂多了，下次再说。你没换成，是店家不肯吗？他们说仓库没货了，很遗憾。哦，那就是尺寸问题无解了。是的，我最后送人了。哎，这确实有点可惜，不方便。广州这边很多小店都这样。感觉他们很看重面子。对，尤其是一些老字号店铺。维护声誉比小利更重要。所以退换货有时要看运气。说到购物，你第一次砍价了吗？我试了，当时有点不好意思。哈哈，砍价是门学问啊。是啊，我只敢问能便宜点吗？哈哈，这很常见，别怕。第一次砍价，店主直接笑了。他肯定觉得你很可爱吧？我买了条丝巾，还挺贵的。那你砍成功了没有啊？砍了一点，感觉像是施舍。有时店家会假装为难呢。对，他们会说真的亏本了。你们觉得砍价时说什么最有效呢？我觉得要表现得很喜欢。但又要假装不太需要。对，这是一种心理博弈。广州砍价还挺常见的。它更是人情互动的一部分。不单单是价格问题。很多人喜欢当熟客。这样能拿到最好的优惠吗？不止，还会得到额外的服务。比如帮你挑最好的水果。对，或者给你打包的更好。这听起来很像以前的市场。没错，人与人之间有温度。我第一次去海鲜市场，惊呆了。哇，是不是特别热闹啊？各种海鲜，还会跟你介绍。你听懂了他们的粤语吗？很多时候只能靠猜和比划。哎呀，语言障碍是真难。尤其报价格，数字听不清。我有次买药，差点买错。药店的专业词汇更难懂。那是另一回事了，太复杂。下次我们可以聊聊就医。哇，那更是一个大挑战。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呢？值得我们好好探讨一下。确实，健康问题非同小可。但平时购物也有小状况。哈哈，比如什么样的小状况？有次我想买特产，想尝尝。哦，遇到什么难题了吗？我问店员这个好吃吗？很日常的问法呀。结果他直接递给我一整包。哇，你是想说尝尝吧？对，我就是想试吃一下。但好吃吗？听起来像要买。哎呀，表达方式很重要。
广州人爱请客，也很热情。对，但我只是想尝一小块。哈哈，这是个文化差异。还有衣服尺寸，真的难。衣服，具体遇到什么了？我说要 L 码，他拿了 XL。是不是因为粤语发音不同？可能是，或者我指错了。购物时，比划手势最管用。但有时候连指都指不准。哈哈，那就很尴尬了。是啊，尤其在旧街小店。那种老店更有意思，讲价吗？有的可以讲，有的就不行。你怎么判断呢？有什么秘诀？我会先看店主脸色，哈哈。哦，还有这招可以学吗？主要看商品，太便宜的别讲。大家觉得什么情况可以讲价？这种互动很有趣，很有生活气。我还听过店主说靓仔、靓女。对，这是广州特色，很亲切。第一次听到，我脸都红了。哈哈，说明你很受欢迎呀。支付方式也很有意思。现在基本都用手机支付了。是啊，现金反而不方便。我有次只带现金，很麻烦。很多店都只有扫码付款。对，这又引申出另一个问题。是关于什么呢？支付安全吗？不只是安全，还有更深入的。哇，难道是遇到支付故障？没错，这背后还有更多文化。更多文化是指什么呢？比如，有些老人没有智能手机。哦，那他们平时怎么付款呢？有些店会收现金，但现在很少了。对啊，现金支付真是越来越少见。还有外地游客用外国卡不方便。这确实是个现实大问题呢。所以，移动支付虽方便快捷，但也可能把一些人排除在外。是的，这就是背后隐藏的文化。方便与不便的对比特别明显。我记得有次我爸妈来广州玩，他们也遇到支付上的难题了吗？是啊，他们找零钱都很辛苦。哈哈，我能想象那个画面感。后来我帮他们绑定了手机支付，这样他们出门就方便多了吧？科技真的改变了生活习惯。是啊，这也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。对，适应新事物也是个挑战。第一次购物真的是让我开眼界。广州的购物体验让人印象深刻。不只是商品，还有浓浓人情味。还有那些充满当地生活气息的。比如店家的那句靓仔。哈哈，这些小细节都很有趣。这次聊广州购物，收获真的很多。是啊，我们也分享了很多经验。我觉得最特别的是那份温暖。你是指那种热情与地道的感觉吗？对，很真实，不刻意，不做作。让人觉得很放松，也很舒服自在。每次回想都觉得心里特别开心。它让我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。是啊，这种感受真是太棒了。谢谢小美今天的精彩分享。也谢谢大明的独特视角呢。
我觉得这次聊得非常尽兴。对，广州购物真的很有特色。我们从中看到了很多文化细节，不只是买东西，更是体验生活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启发。那么，大家第一次在异地购物，有没有遇到哪些有趣的事情呢？或者对支付方式有何感想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故事。下次我们聊聊广州的早茶文化，它的魅力可不止于此呢，期期待下次空中再会。再见啦！拜拜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